欢迎收看老明的频道。1960年，脑神经手术突飞猛进，医生已经可以非常自如地将病人的大脑在颅内分成两半，大脑的左半球和右半球完全分开了。手术后，病人恢复得非常好，似乎与普通人也没什么两样。医生照例要给病人做术后的测试，但是诡异的事情发生了，病人完全分开的左右两个半脑，竟然发展出两套各自独立的意识。就好像有两个不同的人住在同一个身体里一样。比如说，借助医生的帮助，两个半球可以互相对话；还有更神奇的，两个半球可以分别控制病人的两只手，在同一时间里做不同的事儿。像这个实验，就是病人在同一时间里左手画圆，右手画方。其实还有更复杂的实验，左手画狮子，右手同时可以画大象，就像武侠小说里的左右互搏一样。病人的左右手还有可能互相打架，比如一只手开门，另一只手居然把门关上了；一只手翻书，另一只手却把书合上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人的大脑里真的住着两个意识吗？脑神经科学家进行了长达60年的研究。原来人类大脑的运作方式远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。有关这次神奇的研究旅程，咱们还得从头说起。时间来到1930年代，在当时，癫痫病是一种非常难治的病。癫痫发作的时候非常痛苦，病人意识丧失，全身痉挛。如果没有人在身边看护，病人很有可能会伤害到自己。科学家发现，癫痫病与大脑的神经元有关。人的大脑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，这些神经元通过发送和接收电脉冲信号来相互交流。当大量的神经元同时放电的时候，大脑内部就像产生了雷暴。这种放电会持续30秒到2分钟。因为大脑无法应对这种大规模的放电过程，所以就产生了癫痫。在上个世纪30年代末，有一件奇怪的事情引起了医学专家的注意。有些病人以前有癫痫病史，但是后来大脑内的胼胝体长了肿瘤，癫痫病就消失了。胼胝体位于大脑半球的中央，它是大脑中最大的神经纤维束之一，是左右两个半脑信息交流的桥梁。胼胝体长了肿瘤，其实就阻断了左右半脑的联系。医学家就推想，如果把胼胝体切开，大脑就分成了两半，不就隔断了全局性的大脑雷暴了吗？这样能不能够治疗病人的癫痫呢？这是一个非常前卫的、具有开创性的思路。但是大脑是这么精密的一个器官，切开了胼胝体，会对大脑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？时间来到1940年，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医学中心的威廉·范瓦格纳医生决定实施胼胝体切断手术。有一些极为严重的癫痫病人发起病来生不如死，虽然大家都知道手术很危险，但是病人们都非常希望进行尝试。范瓦格纳一共为26名严重的癫痫病人进行了手术，谁也想不到，结果好的出人意料。这些病人癫痫发作次数明显的降低，大部分病人从此以后再也不犯癫痫了。这说明科学家的理论是对的，分离左右半脑的确阻断了大脑中的神经放电。那病人的认知情况发生改变了吗？医学人员跟踪这些病人长达20年之久，发现术后病人好得很，没有任何重大的认知能力的变化。将左右大脑分离似乎不会带来任何的改变，这的确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果。但是这些医学报告却引起了另一位科学家的好奇心。一个完整的大脑切成两半，总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吧？要不然人的大脑直接长成两半就好了，为什么大自然要把左右半球连在一起呢？这其中一定还有我们不知道的秘密。时间来到1952年，美国神经生物学家罗杰斯佩里决心深入地了解大脑的机制。首先，他用实验去观察胼胝体的作用。他找来一批实验猫，通过手术切开了猫的胼胝体，然后遮住猫的左眼，因为右眼与脑的左半球相连，相当于猫在用左脑思考。然后斯佩里教会了猫识别三角形与正方形。随后，斯佩里遮住了猫的右眼，放开左眼。此时
猫是用右脑思考。再让猫去区分三角形与正方形的时候，猫就傻眼了，完全不知道该如何解决问题。这说明猫的左脑能够辨认出三角形与正方形，而右脑不行。看来，在切开了猫的胼胝体后，左半球与右半球的确是不相通的。随后，科学家们又使用猴子做了实验，得到了相同的结果。罗杰斯佩里还发现，左右半脑似乎在视觉、感觉和运动控制方面都有不同的分工。左半球控制身体右侧的运动，右半球控制身体左侧的运动。这种交叉控制称为运动神经元交叉。罗杰斯佩里的动物裂脑实验震动了医学界，他也因为这一了不起的研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。但是即便如此，人类对大脑的认知还是非常浅薄，进一步解开大脑之谜的任务落在了斯佩里的学生身上。时间来到1962年，斯佩里的研究生迈克尔·加扎尼加进入到加州理工学院学习神经科学，当时他只有23岁。斯佩里就让加扎尼加记录裂脑病人的情况。一开始，加扎尼加也没有头绪，不太清楚从什么地方入手。直到有一天，一次常规的检测彻底让加扎尼加震惊了。人类历史上耗时最长、结论最不可思议的大脑实验就这样开始了。参与实验的病人代号 WJ， 我们就简称为老王。在正式看这个实验之前，我们得先做一个简单的解释。病人老王做了裂脑手术，他一直跟着加扎尼加做了40多年的研究，是加扎尼加最忠实、最可敬的病人之一。他也几乎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脑科学研究。实验的过程是这样的，在屏幕中间画一个小点，让裂脑病人的双眼注视这个小点，他双眼的左侧只能看到屏幕的左侧，同理，他双眼的右侧只能看到屏幕的右侧。下面这段视频是90年代拍摄的，画面中的2位都变老了，但是实验与他们在62年做的差不多，只是电脑设备更先进了。此时，先在右边屏幕上出现一个汽车的英文单词儿，然后问病人这个单词是什么。病人说这是汽车。前面咱们讲了，右眼看到的信号会传递到左脑，这说明左脑能够分辨汽车这个英文。然后最精彩的部分来了，在屏幕的左边出现了一个钢锯的图像，问病人这是什么，病人说不知道。左眼看到的图像传到了右脑，此时是右脑在思考，难道是右脑没有看见吗？加扎尼加让病人把左眼看到的图像画下来，病人就在纸上画了一个钢锯，这说明右脑不但看见了锯，还知道锯的形象，能够画下来。但是不知道是什么原因，右脑无法说出来。加扎尼加震撼了，这是人类第一次发现只有大脑的左半球能够用语言表达图片的信息。在他的自传里，加扎尼加说，在当时他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，这是一种发现新大陆的美妙感觉。随后几年，加扎尼加发现了更多左右脑的区别。大多数人的语言处理主要由左半球负责，这在脑神经科学中称为左侧优势。95%的右手使用者和70%到95%的左撇子在语言处理方面表现出了左脑优势，也就是说，大概只有6.5%的人类使用右脑处理语言。大脑的左半球更倾向于处理细节和局部信息，专注于任务的具体细节，而右脑专注于空间感知、旋律、节奏和情感。人类大脑的秘密正在一点一点地被解开。时间来到1963年，加扎尼加想到一种新的测试左右半球功能的方法，叫做科斯积木测试。所谓科斯积木，就是一些正方形的方块，方块的6个面上涂有不同的颜色，病人被要求按照卡片上的图案摆放方块。被测试的病人仍然是老王。一开始，病人被要求用左手摆好积木，控制左手的是病人的右脑，因为右脑负责视觉运动功能的执行，所以老王很快就用左手完成了任务。下一项测试要求病人用右手摆积木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，
病人的右手永远无法摆好积木，这说明人类的左脑无法处理运动定位。正在右手屡战屡败的时候，请注意这个镜头，左手居然忍不住的要来帮忙。因为左手总是不受控制的来帮忙，加扎尼加只能要求老王把左手压在大腿的下面。但是无论摆多久，右手始终无法完成任务。第2项测试结束，下面就来到了第3项测试，两只手一起完成任务。一个对于裂脑的全新认知就从这个测试里面产生了。这是一段细思极恐的视频，大家请注意看。因为左手能够很简单的完成任务，所以左手在有条不紊的工作。这个时候，右手在干什么呢？右手居然开始捣乱了。右手像没头苍蝇一样的乱整，它就是不让左手很好的完成任务。当左手完成任务的时候，右手居然会开始搞破坏。请再看一遍这个画面。这真是太神奇了，看上去就像有2个独立认知的人正在为一个任务大打出手。加扎尼加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？接下来他又给很多病人做了测试，发现有的病人更加不可思议，比如一只手去开门，另一只手居然把门关上了；一只手翻书，另一只手却把书合上了。还有更烦人的，一只手付钱，另一只手居然把钱抢回来了。神经学家认为这是一种诊断性的运动障碍。后来加扎尼加给这种现象起了一个名字，叫做异手症。异手症似乎揭示了一个新问题：大脑的2个半球内各自存在着不同的意识。我们的大脑里其实有2个人，我们所有人实际上都是精神分裂的人。时间来到1970年代末期，当时的神经学界已经完全接受了左右脑独立的说法，民众也对大脑分成2个部分非常感兴趣，左脑可以说话，右脑控制运动，大脑里住了2个人，等等等等，一时间成为社会上非常流行的话题。但是接下来的实验再次打破了人们的认知。这一次实验的对象叫做 VP， 我们就简称小 V。小 V 同样是一位裂脑病人。我们先看一个例子，在屏幕上打出2个单词，左侧单词是鼓掌，右侧单词是笑。小 V 一下就迷乱了，他的左右脑让他分别做出了2种动作，就是又想笑又想鼓掌。他不知道该怎么做，这说明他的左右脑的确没有神经元连接，是完全分开的。再看下一个实验，加扎尼加在屏幕的左侧闪现了一个打电话的女人的图像。根据我们前面已知的情况，左侧图像进入到了小薇的右脑，右脑没有语言功能，小薇是无法说出图像是什么的。但实际情况是这样的，小薇回答说她看到了一个女人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右脑怎么会说话了呢？在以前的测试中，小薇的右脑并不会说话，这说明右脑也有学习的功能。在裂脑手术几年之后，右脑居然学会了说话，这又是一个全新的发现。但是故事没有这么简单，这张图明明是一张女子打电话的图，无论加扎尼加怎样问，小薇却无法说出打电话这3个字儿。这说明虽然右脑学会了说话，但是右脑只能说出非常简单的词，右脑仍然无法描述复杂的事物。在加扎尼加的逼问下，小薇说出了一个非常奇怪的词儿：跳绳。加扎尼加让小薇用左手写出她看到了什么。小薇在纸上写下了电话这个单词儿，然后让她去看纸上的单词。这个时候，她会说话的左脑介入了。小薇有点迷惑，但还是念了出来 ：telephone， 电话。打电话怎么变成了跳绳呢？这是大脑深处另一个从不被世人所知的秘密。加扎尼加用了好几年的时间才理解了跳绳背后的含义。事情是这样的，左侧的图片经过两眼的左区进入到小薇的右脑，因为小薇的右脑已经产生了简单的说话能力，所以小薇知道这张图中有个女人，但是右脑无法理解电话，然而右脑却知道这个女人通过一条线在做某件事情。当小薇说出女人的时候，一无所知的左脑了解到图中有个女人，
但是左脑对这个女人在干什么完全没有头绪。这个时候左脑就急了，他并不满足于自己无知的现状，怎么办？他会去猜，去撒谎，去编造借口，去寻找事情的前因后果。左脑通过一种我们仍然没有了解的渠道感受到了现状的东西，于是左脑认为可能有一根跳绳，左脑就给出了跳绳这个单词。在加扎尼加看来，这个实验是他从事裂脑研究得出的最令人震惊的结果。原来右脑是我们的潜意识，它完全忠实于事实，所以它会一丝不苟地还原呈现给他的照片。左脑是对现实世界的提炼与综合，它能利用手头掌握的任何情报，寻求因果，自行补足其余的部分，创立秩序，生成一个个合理的故事。根据这个研究，加扎尼加创立了他最有趣的理论，叫做解释器理论。这是人类第一次直观地发现大脑具有编故事的能力。故事是一种传递信息、经验和文化的强大工具。大脑编故事的功能对人类的进化有着重要的意义。编故事涉及到对抽象概念、情感和复杂情节的处理，有助于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。故事中经常涉及到冲突和决策，有助于培养问题解决的能力。除了人类之外，我们还没有发现任何一种动物有编故事的能力。解释器理论的确是有关人类自我认知的一个重大发现。到目前为止，似乎所有的研究都指向左右两个半脑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意识，人似乎拥有两种不同的人格。但是下一个有关大脑研究的突破又完全推翻了以前所有的研究。时间进入到21世纪，磁共振成像技术 MRI 出现了，这是一个技术上的飞跃，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追踪神经束信息的手段。MRI 可以观察信息从一个活跃的脑区转移到另一个活跃脑区的过程。以此为基础，神经成像领域的研究开始飞速发展。恰在此时，加扎尼加和他的学生芬内尔发现了一个古怪的病例。有一位叫做 JW 的病人，我们就叫他大金。在一次测试中，芬内尔突然想到让大金分辨同一个几何图形，但是朝向不一样。令人惊奇的是，大金的左脑根本无法辨认出几何图形的朝向，但是他的右脑却能很清楚地分辨出来。这说明大金的右脑存在着一个区域，是专门分辨物体朝向的。借助 MRI 的帮助，他们很快就找到了右脑的这一块区域，这就是大脑的旋转不变模块。随后，他们又找到了大脑中许多功能迥异的区域，比如能对物体进行分类、拼写、命名、联想等许多的区域。这说明大脑并不是只有两个大部分，而是由许多小型的模块组织在一起的。加扎尼加认为，人类的大脑里至少有几十个不同的模块，我们的大脑是由这些模块构成的。大脑为什么不是分成两部分，而是由一大堆模块组成的呢？加扎尼加认识到，这与大脑的运行效率有关。大脑中大概有860亿个神经元，如果任意两个神经元都相互连接，长度将达到恐怖的20公里，那就需要一个非常巨大的脑袋。脑袋变大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，比如神经元轴突就不得不伸得老长，大脑加工速度也会因此下降，导致身体运动紊乱，思考速度也会变得缓慢与迟钝。这个硕大的脑对能量的需求高得吓人，人类会为维持大脑袋而整天吃个不停。所以在进化的过程中，大脑选择了另一种机制，就是模块化的机制。由于不是每一个神经元都和其他所有神经元建立了联系，最终神经元的连接比例下降，形成了大片的神经元群，也就是模块。模块化的好处就是几十个神经网络在独立运行，提高了大脑的容错率，不但有效地减少了网络之间的依赖，而且大大地提高了各个网络的稳定性。大脑到底是怎样工作的呢？加扎尼加举了一个例子，
著名指挥家伦纳德·伯恩斯坦曾经指挥过海顿的第88交响曲，这是一次非常神奇的演奏经历。让乐队开始演奏后，伯恩斯坦就再没有指挥了，他的手甚至都没有动过。他所做的就是用表情回应乐队的演奏，给乐手们提供正面的反馈。这就像大脑一样，每一位乐手就是一块大脑模块，他们有序地启动，精准地行使着各自的功能。而作为中枢的伯恩斯坦只是点点头，沉浸于和谐流畅的演奏当中。大脑里并不存在两个人，也没有一个总指挥，而是住了几十个拥有不同技能的专业人士，他们分工合作，共同完成了大脑的全部功能。这真是不可思议的运行过程。从1962年第一次发现左脑的语言功能，一直到发现大脑的多模块组成结构，加扎尼加对大脑的探索整整进行了60年。60年的裂脑研究让我们学到了什么呢？最关键的就是大脑的运行并不是一种线性的关系，从 A 推导出 B， 而 B 是 A 的完整描述。大脑不是这样运作的。事实上，大脑的基本策略是将任务分解简化，使之成为能由单个模块解决的任务。这个过程是自动化的，是非线性的，不受认知控制系统的直接调控。在以加扎尼加为代表的认知神经科学家的研究中，人们已经搞清了许多大脑模块的作用，这也是今天脑机接口的基础理论之一。既然人类已经知道了模块的功能，下一步我们能否制造出这些模块，并且组成一个超级大脑呢？这个超级大脑会将人类带向何方？人类到底是先制造出超级 AI， 还是先制造出超级大脑呢？裂脑惊奇的故事可能才刚刚开始。好了，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，别忘了关注老平的频道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聊。